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顶流王一博630天不拍戏引发热议，看他在赛道上的硬核华贵和高奢代言成绩单就明白，如今已是100亿富豪的他为啥懒得进组演戏。顶流王一博630天不拍戏引发热议，看他在赛道上的硬核华贵和高奢代言成绩单就明白，如今已是100亿富豪的他为啥懒得进组演戏。今年3月，珠海国际赛车场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 ARRC 现场，王一博作为85号车手代表雅马哈车队出征。弯道争夺中，身后一名车手在入弯角度完全丢失的情况下直接撞向了他，王一博连人带车被撞飞出赛道，重重摔在草坪上。更让人寒心的是，肇事车手连头都没回，直接拧油门继续比赛。这场事故的官方仲裁结果后来终于出炉，违规车手被取消成绩、积分处罚加禁赛。摔车之后的王一博拍拍身上的土，继续回到赛道准备下一场。你看这个画面，和他630多天没进组这个事实放在一起，是不是有点意思？其实很多人都在盯着王一博怎么还不进组这个问题，翻来覆去的算日子，好像不进组就等于失业，等于过气。但仔细想想，你见过哪个失业的人身上挂着 LLEWE 全球代言、Jimmy Choo 全球代言、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，飞去巴黎时装周4天连刷3大顶奢大秀，还被外媒称为改写时尚史的存在？不进组没活干，30多个代言撑起来的商业底盘。先说个扎心的对比，一个普通艺人靠一部戏拿片酬，戏拍了进后期，等上映，等热播才有后续。王一博现在什么状态？2026年5月20日，新西兰高端苹果品牌 Rocket 乐奇官宣他为全球品牌代言人，这是乐奇进入中国市场10年来首位真人明星代言人，也是他个人的第33个全球商务合作，断层领跑内娱。而且飞科电器在他官宣全球代言人的当天，旗舰店访客直接激增300%，高速吹风机24小时就卖出12万台，登顶天猫个户热卖榜第一，品牌单日 GMV 破8000万元。也就是说，他哪怕630天不进组，照样每个月有新官宣、新代言、新物料在刷屏。而且这些品牌可不是来者不拒。2026年巴黎秋冬时装周，他以 LLEWE 全球代言人、Lacoste 全球代言人、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3重身份同时亮相，4天连刷3大顶奢大秀，品牌方甚至为他破例修改合同条款，允许他同时出席原本互不兼容的竞品活动。什么概念？时尚圈100年竞品互斥铁律因为一个人被打破了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不光有代言，还有真金白银的收入证明。2026年3月，乐华娱乐公告宣布与王一博完成续签，而在这之前，公司董事会建议向他售出1250万个受限制股份单位，粗算下来价值约2500万港元。乐华财报显示，王一博个人贡献的收入占比长期超过60%。2024年乐华总营收7.65亿，他一个人就占了4.59亿。也就是说，他一个人养着大半个公司，公司反过来还要用股份来留住他。所以不进组这事儿，换到普通人身上是没接到项目，换到王一博身上，是他手里的项目已经够多了，他不再需要靠接戏数量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。他从14岁入行走到今天，比谁都清楚这个圈子怎么运转。2014年，王一博以 UNIQ 组合成员身份正式出道，
合约一签就是10年。从韩国练习生出道，经历过组合在泰国彩排时被泼红油漆的至暗时刻，经历过出道极低谷的迷茫期。2019年《陈情令》爆红之前，他在这个圈子里已经泡了整整5年。一个14岁就被扔进韩国偶像工业体系里打磨的少年，见过经纪公司怎么对艺人，见过行业内幕怎么操作，见过流量怎么来怎么去。他比大多数后来者都更早看清这个行业的底色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纪录片《探索心境2》里会说那句话：长期高压的工作节奏，把我对表演的那股热情都榨干了。我必须停下来，找回做演员的初心和感觉。这不是什么公关话术，是一个在行业里泡了10几年的人对消耗性工作模式的本能警觉。不进组不等于没片子。37.73亿票房和14项主流奖项提名，很多人以为他不进组就等于没戏拍，这是最大的误解。根据公开资料，王一博已有10部主演电影，累计票房37.73亿，其中无名长空之王热烈3部作品票房占比就超过25亿，并获得了金鸡奖、华表奖等14项主流奖项提名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炸人，于成尔执导，汤唯、王传君主演，延续了金鸡奖班底制作团队，定位为文艺片领域的重点项目。目前已累计6.8万人想看，多次入围各类电影盛典的年度期待影片名单。成尔从无名起就把他当作一块璞玉来雕琢，不断为他加戏、调整、辗转大兴安岭、云南、东京、越南多地取景。有一场东京的戏遇上台风暴雨，导演原想取消，最终却冒雨拍完了骑自行车的镜头。成尔事后说自己那天浑身湿透，像人鱼一样，并把那视为一种启示。这种级别的文艺片配置，导演把拍摄过程当作一场艺术苦旅来完成。主角在镜头前虐得越狠，出来效果越纯粹。所以人鱼迟迟不定当，不是片子没拍好，而是成尔在打磨，在找最合适的时机。一个有金鸡奖提名、有国际奖项野心的艺术片项目，等得起把玩票完成职业。他从2019年就开始在赛道上较真。如果说代言和电影是他在吃饭，那赛车就是他活着的证据。王一博的赛车路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早、要真。2017年左右，通过演员朋友引证带他入门，从熟悉赛道、研究线路，到敢在弯道里全力放手。2019年正式签约雅马哈万里达车队，出战珠海国际赛车场的 ZIC 摩托车赛，拿了 D 组新秀第1，混合组全场第2。虽然当年有懂行的车迷指出他跑的其实是本地业余组，但 ARRC 本身就是 FIM 认证的亚洲最高组别摩托车赛事，赛事本身具有权威性。一个艺人从零开始练摩托，在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情况下，硬挤出时间上赛道，这个劲头本身就已经超出了玩票的范畴。更关键的是，到了2024年，他的重心开始转向4轮赛车。2024年10月 GTSC 珠海站，他第一次正式以赛车手身份跑 GT3 组，跟职业车手方俊宇搭档开85号奥迪 R8， 第1回合亚军，第2回合直接拿冠军，平均时速超200公里。2025年继续在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里打上海站 GT。 你注意看这个时间线，2024、2025年，恰恰是他拍完人鱼后所谓不进组的高峰期。他的时间都去哪了？在赛道上了。2026年3月，他再度出现在 ARRC 赛场，以85号车手身份代表雅马哈车队出战，却被对手恶意撞飞出赛道。
官方仲裁后来裁定违规，肇事车手被取消成绩并禁赛。这其实才是职业体育最真实的一面。摩羯比赛不是偶像打歌会，120多匹马力的摩托车在弯道上贴身肉搏，一个入弯角度偏差就能让人连人带车滑出去。王一博在赛道上摔过、撞过、修过车、退过赛，每次都爬起来继续。这种在高压竞赛中不断被打击又不断爬起来的过程，比任何演戏通告都更能解释他为什么不急着进组。降速的本质是拿回选择权。你要明白一个逻辑，一个手里攥着30多个代言公司，用股份绑定他，手上还有人。于这样的大制作待应的顶流艺人，他主动按下暂停键，意味着什么？这不是没活干，这是我不想接那么多活了。王一博现在真正在做的事，是在最巅峰的状态下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他把大量时间拿去练攀岩、跑摩托车、开 GT3、负重徒步训练，甚至是为云南缉毒题材电影做高强度体能集训，背着30斤重装跋涉极寒河流。这表面上是在玩，实际上是在用一种高压浓缩的方式，把外界对他产出的期待值彻底打碎。当他的生活不再被下一个剧组、下一个通告、下一个作品填满，当他在攀岩时只专注于眼前的岩点，在赛道上只关心下一个弯道的入弯角度，他就真正把时间的掌控权从行业手里夺了回来。纪录片里那句“我现在挺喜欢自己这个状态”就是全部答案。探索心境2里有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场景。王一博结束攀岩后，背着硕大的登山包，和探索家周鹏并肩走向路边小摊。周鹏熟练地挑着晚上烧烤用的螺丝椒与本地桃，还不忘给女儿选了一只粉色塑料蝴蝶。一旁的他双手插兜，带着几分腼腆的笑意静静等候。然后他说了一句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的话：“我现在挺喜欢自己这个状态的，我觉得更像在真实的生活。”这不是综艺剧本里的台词，这是一个在镜头下生活了10几年的人，第一次找到了在生活而不是在工作的感觉。你问他为什么630天不进组，他会说，因为在赛道上的每一圈都要拼尽全力，攀岩时的每一寸岩壁都要亲手摸过，等待一部好电影需要时间雕琢。什么时候进组？也许明天有合适的剧本就进，也许今年都不进，但这并不重要，因为他已经证明了不进组的日子，他过得比所有人都明白。